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莉莉厨房，我是莉莉。今天我用这碗面粉和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面食，比包子简单，比馒头好吃，比油条健康。做一次可以1周不早起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小把小葱，先给它切成葱花。葱花切好后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再加2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面粉和葱花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220毫升的温水，加入3克酵母，再加小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我们再用酵母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搅拌，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。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给它揉成这样一个盆光面光手光的面团，在上面抹一点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防止风干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让面团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接下来准备块五花肉，不用去皮，先给它切成大一点的块，这样方便下一步操作。切成这样子的大块就可以了。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五花肉放入锅中，猪皮的一面朝下，因为刚买回来的猪肉上面都会有一些猪毛，如果不处理干净就烹饪的话，吃的时候吃到猪毛就太恶心了。像这样上下左右的滑动，把猪皮上的猪毛烫掉，而且这样还可以去除腥味。把猪皮捞至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入温水中，把猪肉清洗干净，用刀把猪皮上的猪毛和汗渍刮洗干净，尽量多刮洗一会儿。五花肉几个面都要刮洗一下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五花肉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把五花肉放到面板上，再改刀切成小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小了，像这样子的小块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，给它切成姜片，再准备一根大葱，给它切成葱段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着把五花肉放入锅中，再把姜片和葱段放进来，再加少料酒，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五花肉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匀后开大火煮开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表面会漂浮一层浮沫，这就是五花肉腥味的根源。用勺子给它撇干净，浮沫撇干净以后再煮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们的五花肉也煮得差不多啦，用筷子把五花肉夹出来，再放入温水中，把五花肉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。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，然后直接放入烧锅中，加入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花椒、茴香、草果和干辣椒，再加半勺老抽上色，加2勺生抽，搅匀后再加入姜片和葱节，继续用铲子搅拌均匀，
搅匀后盖上盖子，开中火炖50分钟。现在已经有50分钟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满屋都是这个香味。再加入4个煮熟去壳的鸡蛋，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拌匀后再盖上盖子，再炖20分钟。这时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里面都是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在面团上再撒一些干面粉，防止粘连，再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再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。我这里一共分了9个面剂，每个面剂大约是70克左右。再取一个面剂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再整理成圆形，像这种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了。依次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面剂都揉成面团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干裂了。再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用擀面杖给它擀成牛舌状。擀成牛舌状后，再像这样对折起来，再选择一头把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然后把收尾处按压一下，再把它压到底部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2次发酵1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拿起来轻飘飘的。然后取一个生坯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用擀面杖给它擀薄擀大，把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面片，厚度约8毫米左右，不需要太厚哦，像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取出电饼铛提前预热，不用刷油，放入擀好的面饼，盖上盖子，选择大火给它烙上3分钟。3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翻一面，再合上盖子，再烙2到3分钟。3分钟后，我们再打开盖子看看，再用铲子给它翻一个面，一直烙到按压饼皮迅速反弹，像这样底部金黄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。烙这个饼千万不要刷食用油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干香干香的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放置温热，把它装进保鲜袋里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半年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取出来直接烙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看一下我们的猪肉怎么样了？哇，真的是太烂了，炖得超级烂。取出来放到案板上，先用刀切成0.5厘米左右的厚片，切好之后再把鸡蛋放到面板上，也给它切成片，再根据个人喜好加一点香菜，再加一点青辣椒，喜欢吃洋葱的还可以加入洋葱进来，然后把这些食材全部给它剁得碎一点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再加一点汤汁进来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把面饼中间给它划开，看一下擀成牛舌状的好处就是中间中空的，而且两面是一样的薄。
再放上馅料，哇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这样做的肉夹馍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吃上一口根本停不下来，吃上一个还想再吃另外一个。喜欢吃肉夹馍的朋友自己在家试试吧，这样做出来既简单，而且料特别的足，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。其实像肉夹馍的这种饼和卤肉，我们可以提前做好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下次直接加热2分钟就搞定了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